但后来发现他其实早就有女朋友喽，你被骗了。大家好，Kevin 就是 Kevin， 没错，我们在讲我们的 K 漫日常第2集，然后我们第1集呢已经讲完了我们青春之乡的基本资料，以及3个主角团里面真正的主角，也就是大喜以及千夏学姐还有小厨之间的故事了之后，我们第2集呢就要来讲一下主角团里面偏配角的3个人，但是虽然说是比较主角团里面偏配角的，但也很重要，它类似一种一盘菜里的调味料，它类似那种可以升华整部动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3个人，然后再加上我的观看心得。OK，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我一样来先叠个甲。OK， 如果假设你还没看过第1季的动漫的人呢，欢迎去看完之后再看这部影片也不迟。OK， 然后呢，以下讲的这些所有的稿都是我跟我同学一起磨的，所以呢，算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主观评论。如果你有想要补充或者想要修改的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打出来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 ，Let's go。OK， 那本集影片呢，就要介绍的第一个角色就叫丽媛匡，那我们后面简称他小丽就好了。小丽呢是大喜的超级好友，也是全作里面最懂人心的一个人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这部动漫里面情商超级高，只要一句话或是一个动作，基本上就可以分析出他做这件事情的人背后到底在想什么，或者是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做。OK， 那我也觉得他是青春之乡里面的剧情推进器，因为他帮助了主角们，让他突破他们的心防。那秉持的一个原则，也就是常看破但是不说破，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他到底在想什么，但是我不跟你讲啊，对，就是我可以帮助你，但它类似一种登山杖的概念，就是他帮助你，但是他不会像推进器一样往前一直拼命往前推，他反而是像类似那种帮助的方式。那在这副高冷的眼镜底下呢，藏着不易被察觉的温暖，不管是对家人或是朋友，他都是默默的守护他们。匡呢，就是一个明明成熟，但是其实是有自己遗憾的人，他不会像是那种大喜那种直线外放风格，都会把所有的事情、把所有的个性全部表露在外面，反而像是一种默默无名的守护者，默默的守护主角团的成长。OK， 真身剑武，我们叫他大真就好了。他是一个努力天才型的学长，那他是羽球部的副社长，那他同时也是大喜的最重要的目标啊。那在剧情中段呢，他也担任了大喜的羽球导师以及教练。那他看起来很严格，执行了斯巴达式的训练，就是训练大喜，提升他的能力这样子。但是他其实非常照顾他的后辈，他就是把他们当兄弟跟朋友在看待一样啊。大真的存在呢，也让这部作品呢跳脱了纯爱番的这个小框架里面，他把最写实的生活考验带入到了这部动漫当中，并且完美的融入了全国大赛的剧情当中。他跟佐之川的冰藤，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这所学校 ，OK， 他们2个一起建造了一座竞技残酷的高墙，让其他人看清楚一件事情，努力不一定会带来胜利，但这就是运动。我们除了继续拼搏，别无选择。那我们到最后来补充一点啊，就是一开始大喜其实以为他是千夏学姐的男朋友，或是他喜欢的人，所以呢，其实一开始就把他当情敌，再加上竞争对手的关系嘛，因为他们一起打羽毛球。但后来发现他其实早就有女朋友喽，嘿。OK， 那我们最后要介绍一个角色叫守屋昌普，他是后期人气很高的一个角色。昌普跟前面几位不同，他性格比较偏现代感，恋爱观更加自由，比较像是现代人当今年轻人会有的个性。他不像前面我们所介绍到的角色一样很清纯，你一看就可以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，他到底要做什么。虽然这是作者想要塑造的形象，但是在漫画的后期呢，画风越来越不要看昌普外表奔放，他其实内心无比的认真。当初他冲着有佐中人而考进了荣民学院，满心期待想要跟他相遇，但是事后才发觉，对方其实在佐治川高中呢，就是冰藤所在的学校啊，冤家路窄，爽。即便是扑了个空，但是他也没有因此虚度光阴、白费时间，反而呢，他是踏踏实实的从头开始学习了作为球队经理所需要做到的事物，以及最终蜕变成主角团身后最可靠、最温暖的后盾。在漫画的第23集有提到，昌普其实是非常想要好好的谈一场恋爱，稳定的恋爱那种，但是最后发现，这不是他的归属，就是他比较喜欢自由一点、奔放一点。他也试着成为更加珍惜别人的人，在加入羽球社后，才发觉自己有更加值得珍惜的人。OK， 我所有的角色都已经介绍完了，耶、OK， 我们最后终于要来讲一下我的观赏心得了。
OK， 在这剪上部影片的时候呢，因为剪片需要，所以我又重新看了3次。青春之奖 ，OK， 我快吐了 ，OK。最后也整理出来第一季的观赏心得。那首先呢，就是我上期影片有提到的，如果假设你一开始呢要刚入坑动漫领域的恋爱番这一块的话呢，这一部动漫是你一个很好的跳板。但其实这一句话是有错误的地方，因为有些人第一部想要看的动漫是那种神作，是想要看那种甜甜番，就是非常希望看到就是情侣互动非常多的那种动漫的话，这部动漫非常不适合你。OK， 这部动漫就是主打一个非常写实、非常贴近真实情况的一部动漫。所以呢，有分2种啦，因为有些人希望入坑就可以看到非常甜的那种，那也有人就是希望就是说，我一开始先淡口味的，就先比较贴近现实一点，然后再慢慢越来越变成梦想，慢慢变成幻想，慢慢变成科幻片。那我是第2种人啊，所以我看这部动漫呢，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其实是还可以的。就是我如果假设是放在一开始的我来看的话，我会觉得还可以的。但是如果假设你是像我一样，跟我同学一样，就是看好几部甚至10几部、20几部恋爱番的话，就会觉得这部节奏真的很拖，并且没有什么看点，真的 OK。它不会像其他恋爱番一样进度超级快，就是用情侣之间的互动当做看点，就像熏香花朵，熏香花朵就是借由互动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。那但是这部动漫它是借由最写实的方法来产生最奇妙的化学反应，当做一个看点的，推荐给淡口味的人看。就是如果你不会嫌剧情太长太拖的话，我会觉得这部动漫蛮适合你的。那以上这部影片就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现在已经喊到有点烧瞎了。天啊，我讲超久，我已经讲2个小时了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点分享，那记得订阅我频道。然后希望看到哪一部动漫的解说或者解析的话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OK， 那我是 Kevin， 我们下次再见哦，大家拜拜。对，这是一个小彩蛋。我们接下来的那个下一集解析应该是冰之城墙。OK。